各位光枪游戏你好，今天我介绍 PC 光枪的扛把子钢 42R， 并通关死亡之屋一代。钢 42R 不是光枪的品牌，而是光枪方案。用钢 42R 的方案，自己就可以制作一把光枪。B 站上就有教程，网上也有成品售卖，外形各异。我有2把钢 42R 光枪，都是购自闲鱼，一把300多，用的枪壳是火凤凰软弹枪；一把800多，用的枪壳是化解危机的街机光枪。我先统一介绍下钢 42R 的优点和特点，再分别讲下这2把的缺点。钢 42R 用屏幕外菱形布局的红外灯定位，肉眼看不到灯光，但摄像头可以拍到。钢 42R 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，各种功能，从回膛到震动、自动上弹、状态指示灯、模拟器的回膛联动等都一应俱全。有线版钢 42R 的延迟很低，定位准确度也不错，但钢 42R 要至少捕捉到3组定位灯，所以市场角并不大。我认为市场角越大，临场感越强，也更能模拟大范围的瞄准，这点是钢 42R 的缺憾。而且钢 42R 的定位原理决定了校准好要保持定位准确，玩家就要站在原地不能动，这也是钢 42R 游玩时的一个限制。这2把光枪用的都是位的摄像头加鱼眼镜头，火凤凰的外形科幻，按键多，握把前后长，所以握持感不是很好。回膛仅是后面的一小部分移动，力道很轻。化解危机枪壳的握持手感比火凤凰好，除了扳机外只有2个按键，回膛是整个塑料滑套移动，比火凤凰的重，力道更大，需要的功率也更大。火凤凰用的电源是24瓦，化解是168瓦，大功率也带来了发热问题。玩射击频率不高的游戏还好，但是玩死亡之屋这样扳机抠到爆的游戏时，没几分钟就因为过热失灵了。所以玩死亡之屋时，我只能在要么用火凤凰手感不好，要么用化解的枪但没有回膛，这2杯毒药中2选1。最终我选了后者，关掉了回膛，也损失了一些乐趣。我给化解危机枪的准心上钻了个孔，装了一根光纤，这样有个绿色的点，比黑塑料上瘾舒服。另外这把枪还有个问题，就是扳机的行程长，弹簧力量重，虽然比不上反吹和部分电手，但是比 X Gunner 和火凤凰都重。玩别的游戏还好，但是在玩死亡之屋这种需要疯狂抠扳机的游戏时，射击频率肯定比不上扳机轻的，而且也更容易手指疲劳，非常吃亏。总而言之，钢 42R 光枪不过不失，各方面都比较平均，但是因为成品是个人卖家制作的，外形和品控不一，有可能在某方面让人失望，比方说火凤凰的手感，化解危机枪的扳机和发热问题。现在来玩经典街机光枪游戏《死亡之屋》，由世嘉在1996年推出，已经将近30年了。剧情是 AMX 特工 Rogan 去洋馆调查和救援未婚妻 Sophie， 敌人都是生化改造的丧尸类怪物。游戏的血液我没改成红色，还是默认的绿色，怪物配绿血也蛮搭的。死亡之屋我是久闻大名，但没怎么玩过，这次玩了后才发现好难，比化解危机难多了。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原因：第一是容错低，化解危机可以蹲下躲避，死亡之屋如果没及时打掉敌人就只能掉血。第二是对手速要求高，敌人太耐打，玩家要猛抠扳机，把手枪抠成冲锋枪，你现在都能听到我猛抠扳机的啪啪声，手指累了后就更来不及打死敌人，就容易失误。第三是游戏时间长，化解危机19分钟，死亡之屋30分钟，本身难度就高，时间越长就越容易累，越容易出现失误。第四是我选择了和街机一样，像屏幕外射击上弹的玩法，这会降低射击频率，容易在上弹时被敌人攻击，上弹后也需要重新瞄准，在玩的激烈时也容易出现失误，以为上弹成功了，但其实没有，等发现时就来不及了。第五是虽然钢 42R 屏幕不能太大，但现在的市场角还是比原本街机大，屏幕越大，手臂的动作幅度就越大，我认为是增加难度的，增加了瞄准的调整时间和往屏幕外射击的上弹时间。第六是游戏里的枪口爆炸火焰实在太大太强了，影响瞄准。然后为了能一地通关，我采用了以下攻略方法：第一是背板，不背板的话，某些突然袭击的敌人根本来不及反应；第二是针对难打的敌人制定特定的打法；第三是结合自己的玩法，采用针对性的打法。比方说，我本来的上弹方法是向屏幕下射击，我看好多人也是这样。但是向下射击要把整个手臂放下抬起，高频率的上弹就会觉得很累。我于是就改成了以肘关节为轴，抬起前臂向屏幕上射击的上弹方式，这样只活动前臂省力多了。但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容易上弹失误，特别是累了后。这个斧头男，我习惯先防守打掉一个飞斧，再攻击本体。
只有某些人质会加血。我不用游戏内的准心，因为那样就没有自己持枪瞄准的感觉了。既然自己用光枪瞄准，那么游戏里的准心就只是一个视觉干扰项。有些游戏我不晓得怎么关闭准心，我就不想玩了。打这种同时出现的敏捷二人组，我的策略是先集中打出一个，再换弹打另一个，周而复始。后面关卡的敌人会异常耐打，不掌握好节奏的话，如果两个同时攻击，又碰上要换弹了，就会来不及。这光枪的扳机实在有劲，现在没飞膛了，光是扣扳机就撞得啪啪响。对付胖子电锯人，我习惯先打手再爆头，但这里上弹失误了，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以前喜欢的光枪游戏是南梦宫的《化解危机》、克拉米的《沉默突击手》和世嘉的《幽灵小队》这些偏写实的。死亡之屋这样的虽然知道很好，但没怎么玩过。有的时候以为打死了，但其实没有，也很容易失误掉血。我本来就想左右开弓，于是采用了打小怪用左手，打关底 BOSS 换成右手的打法。右手磕得快，但是一直右手也容易疲劳。等疲劳后，无论射击频率还是瞄准的精度都下降，也更容易失误。第一关 BOSS 代号战车，第一阶段弱点是右胸的红点。苏菲也太强了，其他人质小怪摸一下就死，他挨了 BOSS 一斧竟然还活着。用鼠标打很容易，用光枪就没这么简单了，而且枪口火光还影响瞄准，这里就失误挨了一下。第二阶段全身都是弱点，随便打。我怀疑刀教者把Sophie放这，是不是想借刀杀人，利用主角除掉战车 Sophie! You must stop Curian. Sophie 让主角阻止 Curian 博士。Terrible will happen. 这个配色让人以为 Sophie 死了，但其实没有。每关结算时，每救3个人质可以回1点血，刚好回满。死亡之屋的过场我都不跳，利用这些时间恢复我的体力。这里保险的打法是先连开6枪打掉铁桶后，再上弹打胖子。主角移动时，我也尽量放下枪，节省我的体力。这里失误了，这也是死亡之屋一个讨厌的地方。飞行类的敌人，包括蝙蝠和飞斧，被击落的动画不明显，再加上爆炸火光影响视线，我以为击落了，等发现没死时来不及了。这里稍微慢点就要掉血。死亡之屋和同期的卡普空生化危机虽然玩法不同，但选题上有很多撞车的地方。2个作品也分别成为各自系列的开山之作，只不过生化危机现在仍然大红大紫，死亡之屋已经式微，也代表了街机和光枪的没落。女人质都和 Sophie 长得好像啊！当然，死亡之屋就算是最巅峰的时候，也没法和生化危机相提并论。光枪游戏一直都是小众的，我自己对光枪游戏的态度都有反转。小时候最早接触过游戏机上的光枪游戏，之后电脑上的 FPS 游戏开始流行，我也沉迷其中，觉得 FPS 游戏行动自由、瞄准精确、玩法多变，比光枪游戏好玩多了。但是现在我对 FPS 游戏已经脱敏，不再觉得用鼠标在鼠标垫这个2维平面上移动有什么乐趣，反倒觉得光枪游戏要在现实3维空间里握持瞄准，有挑战、有意思、好玩。
这里又失误了，还是画面的原因，让我以为都打死了，我都收枪休息了，等发现时来不及了。化解危机的画面比较干净，敌人颜色都很鲜明，虽然不真实，但很显眼。死亡之屋的画面不像化解危机那么立体鲜明，看上去脏一些，但也很符合游戏营造的气氛。前2关就算失误，还有补血机会，后面就没这么多了。敌人就算爆头也不会死，还要补几枪，非常考验手速。这种突然袭击完全就靠背板。这里我习惯打法是先快速打掉一个，然后防守飞斧。这里严重失误了，没掌握好换弹节奏，我没看清飞斧，竟然掉了2血，这样打 BOSS 时就有压力了。第2关 BOSS 代号倒吊者，躯干是弱点，打他的难点在于，第一形态是小蝙蝠很多，干扰视野，看清哪些飞过来时，再碰上要换弹就来不及了。第2形态要在飞进时连中4枪才能打退。这里是我浪了，稳健防守的话，应该在他左右乱飞时不随便开枪，保证在他攻击时不用换弹。我是刚好换弹了，就来不及打中4枪了。很多人都说主角这时应该是抓着屋檐单手开枪，好奇他是怎么换弹的。We won't let you have it your way, Curian. 关底回2血，不是以满血状态进第3关了。上来就失误了，这种小丧尸打头2枪以为死了，其实没有，这下有压力了。第3关没那么多回血机会，而且流程最长，我的体力也下降了，之后更容易失误。这种链球敌人连续攻击本体可以打乱进攻，这种机械猴子非常耐打。这种干尸样的敌人，我觉得是最丑的，
那种浑身绿油油的水怪也很扯。这里箱子里有个回血药包。这里没打到头就吐血了。这种液态金属一样的猴子也非常耐打。这是本关最后一次加血了，刚才打了不到一半，扳机抠的都要冒烟了。越往后手指越没劲，越容易失误。太耐打了，手指都要抠断了。这里就是快速打掉一个，然后防守2波飞斧。总算到 BOSS， 赶紧趁过场恢复体力。虽然右手手指还有力，手腕一直持枪已经有些累了，我整个人都在轻轻上下抖动，放松回血。这位就是 Curion 博士，是他放出了研究所里的改造生物。第3关 BOSS 代号隐士，弱点是头部，鼠标打很容易，但光枪并不简单。
这里就是用疯狂开火增加命中他头部的机会。打他产的卵也是非常拼手速的，我有时上弹失误就会掉血。他会护住头部前进，最后攻击时放开，但他的头会动，也是需要拼命开火增加命中的机会。最后一下好险，最后一枪刚好命中了，不然又要掉一血了。I'll get you, Kyrian. 关底回一血，最后一关了，主要就是打 BOSS， 俗称 BOSS Rush， 把前2关 BOSS 再打一遍。因为没有弱点介绍画面了，所以可以抢先开枪，一开始就可以把它击退很远，等于是降低了难度。第2关 BOSS 也降低难度了，第2形态攻击时3枪就能击退。人质全救的话，这里会有补给奖励，不过我不打分，只求通关，对我没用了。手指扣冒烟，换弹失误了，这样不能满血见魔术师了。There's no way out, Kyrian. I must admit, I really respect your consistency. But you will never, ever defeat me. 死亡之屋常客，1代的最终 BOSS 魔术师，造型像扑克里的 Joker。主角体力不满，我的体力也不满。我觉得我满体力的话，能无伤过魔术师，但一整局打下来，疲劳后4滴血也有可能翻车。博士，你们多聊会儿，我先抖手放松回血。
Why don't you follow my instructions? 弱点未知，实际上就是闪红光的部分。这个形态我主要就是防守光球，难点在于光球被击中的动画做得不明显，在第3下时会放4个光球，如果换弹失误就来不及了。这个形态我不管魔术师的瞬移有多快，就瞄着他腿打。最后一个形态了，它会憋出一堆光球落下来，非常考验手速。这把光枪的扳机重比较吃亏，而且这时我手指也累了。这里差了一个没打掉，光球被击中的提示给的不好，紧张激烈时经常感知不到究竟打中没有。我好奇我在打光球时魔术师在干嘛，也累了在休息吗？这里换弹失误了，不然能全部打掉不扣血的。干掉魔术师通关了。这30分钟打下来还是有成就感的，好像拯救了世界一样，手指都要抠断了。打完是会微微出汗的，真有点锻炼效果。Everything is over. I have nothing more to lose. However, I must go on. 结尾会把整个游戏前进的路线再回头走一遍，回到一开始的起点。只要没续过命 ，Sophie 就一定会在那里等着我们，算是游戏的彩蛋吧。死亡之屋有很多分支路线，根据打死敌人的顺序不同，救没救下人质，是否涉及某些道具，会进入不同的路线。每次玩都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，甚至某些隐藏路线要故意被特定敌人击中才会进入。总之，死亡之屋是款特点鲜明的游戏，也确实爽快，是个好游戏。但我个人是更喜欢化解危机的。死亡之屋相比之下太长太累，敌人太耐打，拼命开火，一次次打退，但就是打不死。虽然符合丧尸给人的感觉，但也蛮累人蛮恼火的。前段时间第一次玩死亡之屋时，没想到这么难，可能光看感觉不出来，用鼠标玩也感觉不出来，但是用光枪玩真的很难。再加上我选择用手枪光枪，单发，屏幕外射击上弹，这些结合在一起，一开始是用无数的投币续命通关的，也怀疑过自己真能做到一币通关吗？后来靠着总结经验、制定打法和不断练习，终于实现了目标。死亡之屋2代比1代更难，而我则想用电手改装一把光枪挑战。电手会有更强的后坐力，更难连射和控制和瞄准，究竟能否成功呢？边走边看吧。我不是顶尖高手，只是普通高手，不打分只求通关。一币通关，但分数低于62000的话，就是这个结局。结尾我们又见到了 Sophie， 她果然还活着，就是有点憔悴。有人说是变丧尸了，但死亡之屋的丧尸是生化改造的产物，又不会传染，所以她可能只是有点累了。那么我是喜欢光枪的机械巫妖，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并看到了现在，请不妨一键3连。我将来也会分享更多的光枪游戏体验，那么下次再见了。